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让人口水直流却暗藏杀机的食物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自己不抽烟不喝酒，身体就很健康？错，有一些日常爱吃的垃圾食物，对血管的伤害一点也不比烟酒少，甚至更甚。今天我们就要揭晓全球10大毒王级垃圾食物的真面目。泡面没有上榜，汉堡、可乐这些熟知的垃圾食物竟也不在前10名内。那到底哪些食物榜上有名呢？看完之后，你还敢大快朵颐吗？首先要澄清一个迷思，泡面真的有这么可怕吗？其实泡面背了很多年黑锅，在大家眼里，它油炸的面饼热量高，调料包添加剂又多，吃了肯定不健康。然而，泡面充其量只是营养较低，偶尔吃1、2次，并不会毒到让你血管堵塞。想让泡面稍微健康一点，也有诀窍。煮面时加颗蛋，一些青菜补充营养，调味粉包不要全倒，只放一半，减少盐分，汤也少喝，降低油脂摄入。这样改良后的泡面偶尔吃并无大碍。汉堡呢？其实一个普通汉堡的热量大约300大卡左右，热量未必超标，而且汉堡有面包、肉饼、蔬菜和沙拉酱，原料相当齐全，并非一无是处。它之所以被列为垃圾食品，问题出在配料比例，蔬菜太少缺纤维，肉饼常拿去油炸，导致脂肪过多，酱料高油高钠。更糟的是，多数人吃汉堡还会搭配薯条、可乐、炸鸡等高热量食物，这么一餐下来，热量和脂肪当然爆表。所以汉堡本身不是毒药，但常跟其他垃圾食物一起现身，让我们一不小心就吃进过量热量与不健康成分。如果能适当调整吃法，比如额外配一份蔬菜沙拉，选烤牛肉饼取代炸的，酱料少放甚至刮掉，尽量不点薯条和含糖饮料，那么偶尔来上一个汉堡，其实无伤大雅。既然泡面、汉堡并非头号毒王，那真正的垃圾食物指的是什么呢？接下来要公布的榜单才是真正让营养师们摇头、医生们恐惧的健康杀手。每一样都是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，却可能让你的心血管日渐受损的隐形杀手。我们将从第10名一路说到第1名，请各位对号入座，看看你中了几条。第10名是蜜饯类食品，话梅、蜜枣、糖制、梅子，这些甜甜咸咸的蜜饯可是许多人从小吃到大的零嘴，大人小孩都爱。但你知道吗？蜜饯在制作过程中，为了风味和保存，加入了大量的糖、盐和各种防腐剂、色素，经过腌制风干，水果原有的营养所剩无几，取而代之的是超标的糖分和钠。吃上一小片蜜饯，就像含着一颗糖盐炸弹，糖分过多会造成血糖飙升，长期下来让胰岛素疲于奔命，增加第2型糖尿病风险。而钠含量太高会让血压上升，伤害血管和肾脏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不销商家使用工业用的色素和甜味剂来增色增味，这些人工添加物累积在体内，可能干扰神经系统和肝脏代谢，引发慢性中毒。别小看一颗小小话梅，它可是标准的高盐高糖低营养食品，嘴馋想吃时偶尔尝1、2颗解馋即可，千万别当健康零食天天啃，一不注意就可能为日后的心血管疾病埋下种子。第9名是罐头食品。罐头曾经是方便美味的代名词，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糖水、桃罐头、午餐肉罐头之类，但随着健康意识提高，罐头逐渐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。原因很简单，营养严重，流失和添加剂过量，食物在高温高压的灌装过程中，维生素等营养素早已损失殆尽，取而代之，为了让罐头可以长期保存，厂商往往加入过量的糖、盐以及防腐剂。你爱吃的糖水水果罐头，其实就是几块软趴趴的水果，泡在高浓度糖浆里，热量惊人。至于咸味的肉类罐头，钠含量高得吓人，一罐午餐肉通常含盐量远超人体一天所需，经常吃会让血压居高不下。长期高盐、高糖饮食，不但造成肥胖，更会伤害血管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风险。另外，某些劣质罐头如果制作和储存不当，还有肉毒杆菌中毒的风险。总之，罐头食品图个方便，偶尔吃可以，但绝不能经常吃，更不可替代新鲜食物成为日常主菜。想想看，为了让一罐食物放上几年都不坏，
它里头得加多少不寻常的东西。第8名是饼干、蛋糕等精致烘焙食品。下午茶时来一块奶油饼干或小蛋糕，配咖啡真是惬意。不过这类工厂制作的点心也是暗藏健康风险的小恶魔。一来，反式脂肪常常藏身其中，为了让饼干口感疏松，延长保存，食品公司常加入人造奶油或起酥油，而这些氢化植物油正是反式脂肪酸的大本营。反式脂肪会大幅增加坏胆固醇，降低好胆固醇，对心血管的伤害远超饱和脂肪，可谓动脉的头号杀手之一。二来，这类零食多属高糖高脂，热量密度惊人，一小片曲奇饼干可能就有好几十卡路里，吃起来却不觉饱，让人一片接一片，不知不觉热量爆表。长期吃甜食容易引发肥胖和胰岛素阻抗，最终累坏心脏和胰脏。更何况工业饼干点心多添加香精色素，吃多了会加重肝脏解毒负担。营养师常说，饼干是最没有营养价值的正餐替代品。如果经常以饼干、糕点当零食甚至充饥，身体迟早要抗议。想解馋，建议选择坚果或新鲜水果替代那些包装精美的甜点，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，也给身体一点有益的养分。第7名是汽水等含糖饮料，这一项大家并不意外吧？可乐、雪碧、沙士这些碳酸饮料被称为液体糖分炸弹，喝下一罐手摇杯大小的汽水，相当于吞下7-8颗方糖。如此高糖高热量的冲击会造成血糖骤升，迫使胰脏拼命分泌胰岛素来应对。长此以往，胰脏功能过劳，糖尿病和肥胖就上升了。而且含糖饮料中的果葡糖浆等成分会干扰我们的脂肪代谢，把多余糖分转化成脂肪囤积在肝脏和腹部，出现脂肪肝、小腹赘肉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除了糖分，磷酸是汽水中的另一个问题。为了增加风味，很多汽水含有磷酸，磷会与钙结合，长期大量饮用会带走骨骼中的钙质，引发骨质疏松，间接影响心脏和肌肉功能。综上所述，常喝汽水的危害绝不输给常吃肥肉、常吃甜点，甚至有研究指出，每天1罐汽水的危害不亚于每天抽几根烟。所以下一次口渴时，请三思而行，是要选择让血管干涸的甜饮，还是一杯解渴又健康的白开水呢？第6名是腌制食品，这类传统美食恐怕出乎不少人意料。酱菜、泡菜、咸鱼等等腌制食物，从古至今都是人们保存食物的一大巧思。然而，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经常吃腌制食品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。首先，腌菜里的盐含量极高，为了抑制细菌滋生，腌制过程通常大量用盐。一小碟咸菜可能就让你一天钠的摄取爆棚。高盐饮食会导致血压上升，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壁的弹性和完整性，增加动脉硬化、中风的风险。同时，高盐还让肾脏不堪重负，加速肾功能衰退。此外，更可怕的是腌制过程中生成的亚硝胺等致癌物质，特别是传统方法腌制的咸鱼、咸菜，亚硝胺含量惊人。亚硝胺是公认的强致癌物之一，长期大量摄入会显著提高消化道和鼻咽部癌症的风险。在一些以咸鱼闻名的地区，鼻咽癌发病率明显偏高，就与饮食中亚硝胺摄入过多脱不了关系。试想，腌制食品不但盐分高伤血管，还暗藏致癌物，堪称慢性毒药。我们并非不能吃腌菜，但真的只能浅尝辄止，偶一为之。吃新鲜食物，少酱多蛋才是长寿之道。第5名是油炸食品，金黄香脆的炸鸡、薯条、天妇罗，光听名字就令人垂涎3尺。但油炸食品绝对是健康的天敌。首先，食物一经高温油炸，就会产生各种有害物质，比如炸薯条、炸薯片里常验出丙烯酰胺，这是一种可能致癌的化学物。肉类油炸时，表面也会产生杂环胺等致癌物质。同时，高温还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，使蛋白质变性，维生素大量流失。一块原本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鱼肉，经过热油一炸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，却换来满身油脂与致癌物。其次，高脂肪、高热量更是油炸食物的一大硬伤。油炸会大幅提高食物的热量密度，
一只小小炸鸡腿可能藏有数百大卡热量和大量饱和脂肪，经常吃会让血脂飙升，导致三高、高血脂、高血压、高血糖问题找上门。其中过多的坏胆固醇在血管中堆积，形成斑块，使血管腔狭窄、硬化，极易诱发心肌梗塞和脑中风。此外，不少路边摊、小吃店为了节省成本，反复使用煎炸油，油脂反复加热后氧化变质，含大量自氧自由基和反式脂肪，对心血管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自己并不常吃薯条炸鸡，但你是否经常吃油条、麻花这类中式油炸点心？那些看似素雅的油炸面食，其实同样浸透油脂。总之，无论中西，凡是泡在油锅里出来的食物，都该尽量少吃。想过油瘾，改用气炸锅、烤箱等少油烹调方式，也许能兼顾口腹之欲与健康。第4名是假肉火锅料。什么是假肉呢？这里指的就是火锅丸子、蟹肉棒之类的加工食品。涮火锅时，许多人喜欢丢几颗丸子、鱼丸、牛肉丸、贡丸，以为能补充蛋白质。但其实，市售的火锅丸子多半并非真材实料的肉，而是用淀粉、碎肉、调味料和添加剂拼装出来的。在制作丸子时，厂商会大量添加增鲜剂、香精来模仿肉味，还可能加入大量的色素、嫩肉粉，让丸子看起来色泽诱人，口感 Q 弹。你吃到嘴里的爽滑口感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各种食品添加剂的杰作。这些火锅料虽然美味方便，但营养价值极低，问题却不少。首先，淀粉含量高，假肉丸子里面很多都是淀粉，吃多了易发胖，导致血糖波动。其次，盐和味精含量惊人，一颗小小火锅丸通常咸味十足，这意味着钠含量极高。涮一顿火锅，如果吃下很多丸子，当天的盐摄取量恐怕严重超标，让血压直线上升。再次，各种添加剂对肝脏、肾脏都是负担。长期大量吃这类假肉制品，肝肾解毒和排泄系统要不停工作来处理那些化学物质，可能导致功能受损。有研究人员抽样市售鱼丸，居然发现有的鱼丸仅含不到 20% 的鱼肉。还有一些黑心业者为了让丸子口感更弹牙，非法添加化工原料硼砂，长期摄入会严重损害肾脏和神经系统。想想看，吃下一肚子廉价淀粉和化学添加物，对身体绝对是种折磨。下次去吃火锅，不妨多点几盘真正的肉片和蔬菜，远离那些漂亮诱人的加工丸子吧。第3名是加工肉类，这类榜上有名，大家可能不惊讶。火腿、培根、香肠、腊肉等等，为了保存和提味，这些肉品在加工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盐和亚硝酸盐，如亚硝酸钠。亚硝酸盐能让肉品颜色粉嫩，抑制细菌，但同时它也有潜在危险，在体内可能转化为强致癌物亚硝胺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1级致癌物。经常吃培根、香肠，不仅让你盐分摄入爆表，伤血管、伤肾脏，还增加直肠癌、胃癌等癌症的风险。除了致癌，这类加工肉的饱和脂肪含量也很高，培根肥滋滋，香肠肥肉丁满满，吃下肚会提高血液中的胆固醇含三酸甘油酯，长期容易造成动脉粥样硬化。再者，加工肉里往往含有各种防腐剂、增味剂，肝脏得拼命工作来解毒，时间久了也吃不消。更有甚者，有些廉价香肠使用劣质生肉和大量添加剂混合制成，卫生状况令人堪忧。整体来说，加工肉类绝对是现代餐桌上的隐形杀手之一。或许你觉得早餐来片火腿，平时吃根热狗没什么，但当这些习惯日积月累，健康隐患就慢慢累积。想要血管好，远离癌，还是尽量少碰加工肉，选择新鲜鱼肉、禽肉来取代吧。第2名是奶茶等奶精调制饮品。对许多年轻人来说，奶茶简直是灵魂饮料，一天不喝浑身不对劲。然而，奶茶真的是一杯毒奶，它本质上就是高糖加高脂的混合液体。你知道吗？一杯中杯大小的珍珠奶茶，含糖量动辄30-40克以上，可能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一天糖摄取量上限。更别提有些加了厚厚奶盖的奶茶，
热量甚至比可乐还高。这些糖分被我们以饮料形式喝下去，吸收特别快速，血糖会在短时间内飙升，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。长期天天一杯奶茶，肥胖、糖尿病很快就会敲门。而奶茶里的奶未必是真奶，很多手摇奶茶使用的并非鲜奶，而是劣质奶精调制。奶精其实是氢化植物油加上香精、奶粉等混合物，含大量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，热量极高，却没有鲜奶的营养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天天喝的奶茶只是在喝一杯高糖有水的化学汤，经常饮用不仅让血管泡在糖浆和油脂中，还会增加心脏病风险。新闻报道曾有女孩狂喝奶茶导致急性高血糖昏迷，被送进加护病房抢救的惊人案例，可见奶茶对健康的威胁绝非耸人听闻。如果你真的爱喝，建议选择无糖或微糖，去奶盖加鲜奶版本的，并降低频率。一周偶尔犒赏自己一杯已经足够，千万别把奶茶当水喝，否则等到血糖失控、血管阻塞就后悔莫及了。现在终于来到第一名，也就是当之无愧的垃圾食物之王——辣条。没错，就是那包装鲜艳、香气扑鼻、辣得让人直呼过瘾的麻辣条。对很多人而言，辣条是童年和青春的回忆，小卖部里5块钱3包的快乐源泉。然而，辣条背后隐藏的危机也是最大的。首先，辣条本身是用面粉和各种添加剂制成的调味面制品，没有任何有益营养可言，只提供热量含钠。它通常油炸而成，再裹上厚厚的辣椒、花椒、香料含色素混合调料。那红亮亮的色泽，很多来自人工色素。撕开包装扑鼻的香味，离不开大量人工香精和增味剂。可以说，一根小小辣条里面可能集合了20-30种食品添加物，难怪吃一口就辣香满嘴，让人欲罢不能。然而，正是这种魔性的美味，对健康造成巨大威胁。高盐高油是辣条的一大特点，一包辣条含的盐往往超过每日建议摄取量，吃完让你口干舌燥，长期如此，血压怎能不升高？而且辣条多半用劣质油反复煎炸，含大量反式脂肪和氧化产物，损伤血管，升高胆固醇的威力一点不输薯片薯条。再来，辣条中那些防腐剂、合成色素对肝肾解毒也是挑战。大量摄入防腐剂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，引起消化不良和免疫力下降。曾有媒体曝光小作坊生产辣条的触目惊心画面，工人徒手在脏兮兮的地上搅拌面团，添加剂如同不要钱般倒入。即使是大型正规厂商生产的辣条，卫生有保障，但添加剂种类和剂量依然惊人，经常吃一样危害健康。有的学生临时当正餐，天天啃辣条，结果诱发急性肠胃炎甚至肝肾中毒送医的案例屡见不鲜。可以说，辣条当之无愧是垃圾食品中的毒王。它对人体的伤害范围广，从脑部神经到心血管、消化道、肝肾功能都可能被长期堆积的添加剂与高油高盐击溃。如果要选一种零食列为健康公敌，讲到这里，全球10大毒王级垃圾食物我们都认识了。总结来看，这些食物好吃的秘密无非是高油、高糖、高盐，加上各式添加化学物调出诱人风味。然而，正所谓吃得愉快付出代价，长期大量摄入上述垃圾食品，代价就是我们的健康。血管壁在不知不觉中被油脂和糖分糊住，变得又硬又窄，心脏负荷加重，肾脏解毒压力山大，慢性病和癌症的风险节节攀升。也许年轻时我们仗着身强体健不以为意，但等到了中年以后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脂肪肝、冠心病可能就会一一找上门，到那时追悔莫及。难道从此就要与美味绝缘吗？当然不是。饮食讲求的是均衡与节制，我们并不需要对所有垃圾食物趋之若鹜，但至少要有所节制，有所取舍。偶尔放纵一下嘴馋可以理解，但千万别让垃圾食物成为日常主角。想要健康长寿，还是得管住嘴，多吃天然新鲜的食材、水果、蔬菜、粗粮、优质蛋白，才是维持身体机能的正牌燃料。最后提醒大家一句，嘴上享受一时，身体痛苦一世，实在不值得。从现在开始，远离那些毒王级的垃圾美食，
善待我们唯一的身体。毕竟，健康才是一切美味体验的基础。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我们才能品尝更多人生滋味，而不是过早的失去选择美食的自由。希望我们都能管住嘴，迈开腿，享受美食的同时，也守护好自己的健康。相比之下，抽烟会引发血管内皮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，酗酒则可能导致高血压和心肌损伤，而长期高油、高糖、高盐饮食同样会加速血管老化硬化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不论是烟、酒还是垃圾食品，过量都会危害健康。我们更需要培养良好生活习惯，全面降低这些风险因素，